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叶浩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星辰集团第88层总裁办公室里，实习部经理陈志强一脚踢翻了我面前的咖啡杯，滚烫的液体溅了我一身。周围10几个实习生看着这一幕，有人偷笑，有人幸灾乐祸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。陈经理，这份企划案我已经熬了3个通宵，我捏紧拳头，强忍着怒火。3个通宵就做出这种垃圾。陈志强拿起我的企划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成碎片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以为攀上了苏雨涵就可以在星辰集团横着走？听到未婚妻的名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苏雨涵，星辰集团总裁，我的未婚妻，也是整个江城商界最年轻的女强人。3个月前的慈善晚宴上，她当众宣布我们的婚约，轰动整个上流社会。但现在，她的集团里，我却被当成废物一样羞辱。叶浩然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苏总的未婚夫又怎么样？在我的部门里，你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。陈志强指着我的鼻子，明天之前重新做一份企划案出来，做不好就给我滚蛋。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切，还未婚夫呢？苏总怎么会看上这种人？估计就是个吃软饭的，没什么真本事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听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要不是苏总看他长得还行。这些刺耳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。我默默弯腰收拾地上的咖啡杯碎片，任由他们的嘲笑声在耳边回响。没有人知道，3年前我从国外顶尖商学院毕业回国时，手里握着的是价值1000亿的投资基金授权书。为了苏雨涵，我放弃了一切，选择隐姓埋名进入他的公司，想要默默帮助他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决定是多么愚蠢！还愣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陈志强踢了我一脚，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咖啡渍，平静地看着他。陈经理，你会后悔的，哈哈哈！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早点把你这个废物赶出去吗？陈志强猖狂大笑。叶浩然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苏总迟早会看清你的真面目，到时候你连条狗都不如。周围的实习生又是一阵哄笑。我没有再说话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苏雨涵穿着一身黑色职业套装走了进来。她那张精致的脸上带着冰冷的表情，目光扫过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听出了其中的含义。陈志强瞬间变了脸色，讨好的笑道：苏总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叶浩然他。我在问浩然。苏雨涵打断了他的话，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身上的咖啡渍。谁做的？我看着他关切的眼神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也许他是真的在乎我的。没事，只是不小心打翻了咖啡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但苏雨涵显然不相信这个说辞，他转身看向陈志强。陈经理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陈志强额头冒出了冷汗。苏总，这个叶浩然他做的企划案实在是太差了，我只是有点激动。激动？苏雨涵的声音更冷了，激动到要泼咖啡。办公室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苏雨涵身上散发出的寒意。苏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陈志强开始求饶。苏雨涵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走到我身边，温柔地拉起我的手。浩然，跟我回办公室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看着他关切的模样，
我心中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。也许我想多了，也许他真的爱我。但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传来陈志强压低的声音：苏总真是太善良了，竟然会为了这种废物动怒。可惜啊，他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在说什么。苏雨涵的脚步顿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苏总。陈志强慌忙摆手说。苏雨涵的声音如寒冰。陈志强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外面的人都在传，说叶浩然就是个吃软饭的，说他配不上您，还说星辰集团的股价最近下跌，就是因为您选择了一个没有能力的未婚夫。听到这些话，苏雨涵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我能感受到他握着我的手在微微颤抖，不知道是愤怒还是羞愧。浩然，我们回办公室。他拉着我快步离开了实习部。电梯里，苏雨涵一直没有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直到回到他的总裁办公室，他才开口：浩然，你受委屈了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那些闲言碎语。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但苏雨涵却没有笑。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神情复杂地看着我。浩然，你觉得外面的人说的对吗？我的心一沉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也许我们的婚约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他的声音很轻。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雨涵，你在说什么？浩然，我不想因为我而让你受到伤害。他避开了我的目光。也许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会比较好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他不是在心疼我，他是在怀疑我，怀疑我的能力，怀疑我是否真的配得上他。那些人的话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所以你也觉得我是个废物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不是的，浩然，我只是……够了！我打断了他的话。苏雨涵，3年前你追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约翰，是我。我用流利的英语说道，帮我查一下星辰集团最近的资金流向。电话那头传来惊喜的声音：老天，你终于联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永远消失了。你知道吗？华尔街的那些家伙都在找你， Goldman Capital 的授权书还在你手里。我看着苏雨涵震惊的表情，冷冷一笑。20分钟内，我要星辰集团的所有财务数据。没问题，20分钟，我10分钟就能搞定。挂掉电话。办公室里陷入了死寂。苏雨涵呆呆地看着我，仿佛第一次认识我一样。浩然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走到落地窗前，俯瞰着这座我曾经深爱的城市。10分钟后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星辰集团的情况不太好。约翰的声音有些担忧。他们最近的几个投资项目都出现了问题，现金流非常紧张，最多再有3个月，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，这家公司就要破产了。我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苏雨涵。我知道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以你的能力，救活这家公司轻而易举。不用，我平静地说道，让他死吧。挂掉电话后，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苏雨涵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不敢置信。浩然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转过身，看着这个曾经让我神魂颠倒的女人，心中涌起一阵悲凉。我是谁？苏雨涵，你追了我3年，你说你爱我，
结果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不可能。他摇着头，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，你的档案我都看过。档案？我冷笑一声，你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。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。浩然，你告诉我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那个电话，那些话，都是你编出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拿起他的电脑，熟练地登录了几个国际金融网站。Goldman Capital Investment Fund， 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过吧？苏雨涵点了点头，声音有些发颤。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，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金。很好，我调出了一份文件，看看这个。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份授权书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授权叶浩然先生全权代理 Goldman Capital 在亚洲区域的投资业务，授权资金额度1000亿美金。文件的签发日期是3年前，正是我回国的时候。苏雨涵看着屏幕上的文件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这不可能！如果你真的有这种身份，为什么要来我的公司当实习生？为什么要忍受那些羞辱？为了你，我看着他。3年前，我放弃了华尔街的一切，就是为了你。他的眼泪开始往下掉。浩然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声音变得冰冷。苏雨涵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，比如，你知道星辰集团现在的真实财务状况吗？他茫然地摇头。3个月，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，星辰集团就要破产了。我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。不可能。我们的业务一直很稳定。稳定？我打开了约翰刚才发来的财务分析报告，看看这个，你们在东南亚的3个项目累计亏损15亿，房地产板块因为政策调整，资金被套牢50亿，还有你们去年收购的那家科技公司，现在已经濒临倒闭。每说出一个数字，苏雨涵的脸就白一分。怎么会这样？财务部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，因为他们害怕。我冷冷地说，害怕告诉你真相，害怕承担责任，所以他们选择隐瞒，选择拖延，直到问题大到无法隐瞒为止。苏雨涵瘫坐在椅子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浩然，救救我，救救星辰集团，你有那么多资源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看着他哭泣的样子，我的心还是会痛。但想到刚才在实习部受到的羞辱，想到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的心又变得坚硬如铁。救你！我笑了。苏雨涵，刚才在实习部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刚才你说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说我给你带来了压力，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，又要我救你。浩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晚了。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被咖啡弄脏的衣服。苏雨涵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结束了。不，浩然，不要这样，我们还有婚约。婚约？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价值100万的订婚戒指，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婚约作废。他看着那枚戒指，哭得更加厉声。浩然，求你了，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3年感情？我的声音充满了讽刺。苏雨涵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在听到那些闲言碎语后怀疑我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在我受到羞辱的时候想要和我分开。他想要站起来拉住我，但我退了一步。不要碰我，浩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机会？我看着他。苏雨涵，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在实习部的时候，你有机会无条件相信我，
在这个办公室里，你有机会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但是你选择了怀疑，选择了退缩。我转身朝门口走去。你要去哪里？他在我身后绝望地喊道。我没有回头，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走出星辰集团大厦，我拨通了约翰的电话。约翰，帮我做几件事。你说，老板。第一，联系华尔街的老朋友们，告诉他们我回来了。第二，在江城注册一家投资公司，资本金10亿美金。第三，收购星辰集团所有的债权。明白了，还有什么指示吗？我看了一眼身后的星辰大厦，眯起了眼睛，告诉所有人，叶浩然回来了。傍晚时分，我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公寓。这间不到50平米的房子，是我为了和苏雨涵在一起而选择的平凡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看来，这种平凡显得如此可笑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积压了3年的工作，华尔街的邮件，各种投资项目的报告，还有无数个合作伙伴的邀请。这些我曾经熟悉的东西，现在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。深夜时分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苏雨涵的号码。我看了一眼，没有接听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换上了久违的手工西装，开着那辆我藏在地下车库3年的阿斯顿马丁，重新出现在江城的街头。这座城市即将见证一场商业风暴的到来，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个曾经被当作废物羞辱的实习生叶浩然。当我开车经过星辰集团大厦时，看到门口聚集着许多记者，看来昨晚的消息已经开始发酵了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星辰集团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，总裁苏雨涵的未婚夫神秘失踪。有传言称，一家国际投资基金正在收购星辰集团的债权。我冷笑着开车经过，没有停留。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2天后，整个江城商界都在谈论一个名字——龙腾投资。这家突然出现的投资公司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在江城的布局。他们买下了市中心最豪华的写字楼，招募了一批顶尖的金融人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开始大规模收购星辰集团的债权。我坐在龙腾投资87层的总裁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星辰大厦。从这个角度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苏雨涵办公室的窗户。叶总，星辰集团45%的债权已经收购完成。我的助理李秘书汇报着最新进展。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用的都是空壳公司，他们还没有发现收购方的真实身份。很好，我端起咖啡。苏雨涵那边有什么反应？星辰集团已经召开了3次紧急董事会，苏总正在四处寻找资金。听说他已经接触了10几家投资机构，但都被婉拒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当然会被婉拒，因为我已经提前通知了所有可能的投资方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信息就是武器，而我掌握着最致命的武器。叶总，还有一件事。李秘书犹豫了一下，苏总已经找您找了2天了，他的人还在您之前住的公寓楼下守着，不用理会。我放下咖啡杯。对了，陈志强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李秘书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已经安排妥当，他贪污公司资金的证据已经匿名送到了纪委，今天下午就会有人找他谈话。很好，我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通知下去，明天上午10点，龙腾投资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主题是江城商业格局的重新洗牌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私人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浩然，
是我。苏雨涵哽咽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。我知道是你，我知道龙腾投资就是你开的公司。我没有说话，等着他继续。浩然，我求你了，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，收手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弥补，但是请你不要毁掉星辰集团，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。苏雨涵，我的声音很平静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让人查了龙腾投资的股权结构，虽然你隐藏得很好，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聪明，我赞叹了一声，不愧是商界女强人。浩然，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？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见面？我看了一眼手表，可以，明天上午9点，香格里拉酒店顶层餐厅。不过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浩然，我挂掉了电话。第2天上午，我准时出现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顶层餐厅。苏雨涵已经在那里等我了，她的脸色憔悴，眼睛红肿，显然这2天没有睡好。浩然，他看到我的瞬间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没有任何表情。说吧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对不起。他哽咽着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想要分开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然后呢？我平静地问。然后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星辰集团可以给你，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。我看着他绝望的眼神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苏雨涵，你觉得我缺钱吗？他愣了一下。我掌握着千亿资金，我需要你的星辰集团吗？我继续说道。还是说，你觉得我需要你的身体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慌忙摆手。我是说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，但是我的心没有变，我依然爱你。爱我？我笑了。苏雨涵，你爱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在实习部被人羞辱的废物，还是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千亿富豪？他被我的话噎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看，你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我站起身。苏雨涵，我曾经真心爱过你，为了你，我放弃了华尔街的一切，甘愿在你的公司里当一个小小的实习生。我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，包括身份的差距。但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看着他，没有平等的爱情，只是一场笑话。浩然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站起来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但我躲开了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。我整理了一下西装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1个小时后，龙腾投资将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对星辰集团的收购计划。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。什么？我已经控制了星辰集团60%的债权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我有权要求星辰集团立即偿还债务或者进入破产程序。我看着他震惊的表情。当然，我也可以选择收购星辰集团的全部股权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做，浩然。星辰集团是我父亲的心血。你父亲？我冷笑。苏雨涵，你父亲如果还活着，看到你把公司经营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会怎么想？他被我的话刺激得浑身颤抖。你太残忍了。残忍？我的声音变得冰冷。苏雨涵，当你的员工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你觉得残忍吗？当你怀疑我，想要和我分开的时候，你觉得残忍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跪了下来。浩然，我求你了，不管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请你放过星辰集团。看着跪在地上的他，我的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
这个曾经高傲的商界女强人，现在为了拯救公司，竟然向我下跪。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。苏雨涵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我回国的时候，我本来可以轻松收购10个星辰集团，但是我选择了放弃，选择了和你在一起。我看着他，现在我只是在收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说完，我转身朝门口走去。叶浩然，他在我身后绝望地喊道：“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。”我停住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苏雨涵，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。走出餐厅，我看了一眼手表，距离新闻发布会还有半个小时。这场复仇即将进入最高潮。龙腾投资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江城所有主流媒体的关注，会议室里坐满了记者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我穿着黑色手工西装，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撕下伪装，以真正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的到来。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整个会议室。我是龙腾投资的总裁叶浩然。台下顿时一片哗然。叶浩然这个名字在江城商界并不陌生，但大家知道的那个叶浩然是星辰集团的实习生，是苏雨涵的未婚夫。想必大家对我的身份感到意外。我微笑着说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在星辰集团实习的叶浩然，但同时我也是 Goldman Capital 亚洲区的全权代理人，是龙腾投资的创始人。”台下的记者们开始疯狂地拍照和录像，这绝对是今年江城商界最大的新闻。今天我要宣布几件事。我继续说道：第一，龙腾投资已经完成了对星辰集团 60% 债权的收购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我有权要求星辰集团立即偿还所有债务。第二，鉴于星辰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，我们将启动对星辰集团的全面收购程序。第三，收购完成后，星辰集团将进行全面重组，现有管理层将全部更换。台下的记者们议论纷纷，有人开始举手提问：“叶总，请问您为什么要隐瞒身份进入星辰集团？”一个女记者问道。为了一个女人，我坦然地回答。但现在我发现，有些人不值得我这样做。那么，您和苏总的婚约呢？另一个记者追问。已经取消了。我的回答简洁有力。叶总，有人说您这样做是出于私人恩怨，您怎么回应？我看着提问的记者，冷笑一声。私人恩怨，在商业世界里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星辰集团经营不善，面临破产危机，这是事实。我选择收购它，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。但是有消息称，您之前在星辰集团实习期间受到过不公正待遇，那些都过去了。我打断了记者的话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实力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的手机响个不停，有老朋友的祝贺，有商业伙伴的合作邀请，更多的是媒体的采访申请。但我最关心的是苏雨涵的反应。很快，李秘书就给我带来了消息：叶总，星辰集团召开了紧急董事会，苏总提出了辞职申请，但被董事会否决了。董事会决定派代表和我们进行收购谈判。有意思。我笑了笑。他还不死心。还有一件事，李秘书继续汇报：陈志强被纪委带走了。经查，他3年来累计贪污公司资金800万，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。很好，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。
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当天晚上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：浩然，我在咖啡厅等你。老地方，雨涵。老地方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咖啡厅。3年前，他就是在那里告诉我，他爱上了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见他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我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切。咖啡厅里，苏雨涵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她换了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没有化妆，看起来憔悴，但依然美丽。你来了。她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我在她对面坐下，没有点咖啡。说吧，最后你想说什么？浩然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她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爱吗？也许曾经爱过，甚至现在心中还有一丝柔软，但是爱情一旦被背叛和怀疑污染，就再也不会纯洁了。爱情需要信任，我最终回答道，而你摧毁了我对你的信任。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如果我当初没有怀疑你，没有说那些话，我们还会是现在这样吗？没有如果。我站起身，苏雨涵，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，你做出了选择，现在必须承担后果。那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他绝望地看着我，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：苏雨涵，如果我现在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实习生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这个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。再见了，苏雨涵。我转身离开咖啡厅，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哭泣声，但我没有回头。3天后，星辰集团正式宣布接受龙腾投资的收购邀约。这家有着20年历史的公司正式更名为龙腾集团。苏雨涵被迫辞去总裁职位，只保留了一个名誉董事的头衔。从女强人到失落者，她只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。而我，从一个被人羞辱的实习生，变成了掌控江城商界的新贵。复仇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虚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，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也许这就是复仇的代价吧。收购星辰集团后的第1周，我并没有急着入主公司。我知道，真正的掌控需要时间和策略。我坐在龙腾投资的办公室里，翻阅着星辰集团的人事档案。每一个曾经羞辱过我的人，都在我的重点关注名单上。叶总，这是您要的星辰集团员工评估报告。李秘书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桌上。我打开文件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实习部的情况。陈志强已经被带走了，剩下的那些实习生们现在都在惶恐中等待着新老板的处置。把这些人的资料单独整理出来。我指着几个熟悉的名字，明天我要亲自见见他们。第2天上午，我终于以新身份踏进了星辰集团的大门。和3个月前那个提着简易行李箱来面试的年轻人不同，现在的我西装笔挺，身后跟着一队保镖和助理。叶总好。前台小姐看到我，立刻站起来鞠躬，她的声音在颤抖，显然没有从巨大的身份转换中回过神来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走向电梯。88层，总裁办公室。这里曾经是苏雨涵的领地，现在成了我的。办公室里的摆设没有改变，连他桌上的那盆兰花都还在那里。通知实习部的所有人，10分钟后到会议室集合。我对李秘书说道。10分钟后，会议室里坐着10几个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实习部的员工，包括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人。我推门进入会议室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
叶总好。他们齐声问候，声音整齐的像是提前演练过，但我能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和不安。坐下吧。我走到会议桌前，没有坐下，而是站在那里俯视着他们。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3个月前，我是你们的同事，现在我是你们的老板。会议室里安静的落针可闻，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，最后停在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上。张明，还记得3个月前你说过的话吗？我看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张明的脸瞬间变得苍白。叶总，你说我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说苏总迟早会看清我的真面目。我平静地重复着他当时的话。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？不敢。张明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我转向另一个人，李娜，你当时笑得很开心，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好笑的吗？李娜已经开始哭了。叶总，我错了，我当时不应该那样。还有你们。我看向其他几个人，王强、赵伟、刘芳，你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对我的羞辱。现在你们觉得害怕了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们知道吗？我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们。当初我选择隐瞒身份来到这里，就是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以为在这里，我可以找到真正的友谊和爱情。但是你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转过身，这个世界永远是势利的，人们只会尊重强者，对弱者永远只有踩踏和嘲笑。会议室里传来轻微的啜泣声。不过，我要感谢你们。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眼中闪着希望。是你们让我彻底清醒了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现实。所以，作为感谢，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所有人都被调到公司最基层的岗位，保安、清洁工、仓库管理员。我会让你们真正体验一下什么叫底层生活。希望的光芒瞬间熄灭了。叶总，求您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张明跪了下来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房贷车贷都要还，您不能这样对我们。不能。我冷笑。张明，当初你羞辱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现在知道求饶了。其他人也开始跪下求情。会议室里一片哭声。你们有3天时间考虑。我看了看手表，要么接受新的工作安排，要么离开公司，选择权在你们手里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会议室。走在走廊里，我能听到身后传来的哭声和绝望的讨论声。这种掌控他人命运的感觉，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，但同时，我心中也有一丝空虚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吗？回到办公室，李秘书已经在等我了。叶总，苏雨涵小姐要求见您，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我想了想，让她等着，下午3点我会见她。下午3点，苏雨涵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。她穿着一身黑色套装，脸色憔悴，但依然保持着最后的优雅。浩然，她看到我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苏小姐，我故意用了生疏的称呼，请坐。她在我对面坐下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。我想问你，对那些实习生的处理是不是太过了？过分？我笑了。苏雨涵，你现在还有立场说这种话吗？他们只是年轻，不懂事，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你，没有伤害过我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苏雨涵，你知道什么叫精神伤害吗？你知道被一群人围着嘲笑是什么感觉吗？他低下了头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没有但是。
我站起身，苏雨涵，你没有资格为他们求情，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你，是我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不解。如果不是你的懦弱和怀疑，如果不是你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了退缩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看着他，所以这些人的遭遇，你也有责任。他的脸变得更加苍白。浩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弥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苏雨涵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就像信任，就像爱情。他的眼泪开始流下来。那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能了吗？我看着他的眼泪，心中涌起了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我很快就压了下去。苏雨涵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只是商业伙伴，其他的都已经结束了。他咬着嘴唇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走向门口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浩然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也许这场复仇已经够了，也许是时候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了。但是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告诉我，还没有结束，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。1周后，我正式搬进了星辰集团的总裁办公室，这里的一切都被重新布置过，苏雨涵的痕迹被彻底抹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我的风格，简洁、冷峻，充满力量。叶总，这是今天的日程安排。李秘书把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。上午10点，您要主持高管会议；下午2点，和银行方面洽谈贷款展期事宜；晚上7点，江城商会的欢迎晚宴。我点了点头，翻阅着手中的文件。自从接手星辰集团以来，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务，不过这种忙碌让我感到充实，至少可以暂时忘记内心的空虚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李秘书犹豫了一下，苏雨涵小姐昨晚在公司加班到很晚，保安说她一直在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我抬起头，她还在公司，不是已经办理交接了吗？名义上是的，但她说还有一些私人物品要处理，而且她现在的状态似乎不太好。什么意思？听说她这几天都住在办公室里，也不回家。员工们都在传，说她受的打击太大，有些精神恍惚。我皱了皱眉，虽然我对苏雨涵已经没有了爱情，但也不希望她真的出什么事，让保安多注意一下。我说道，如果她有任何异常举动，立刻通知我。上午的高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，这些星辰集团的老员工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现实，他们知道，只有配合新老板，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独自走在公司的走廊里，经过苏雨涵原来的办公室时，我看到门还开着，里面传来轻微的响声。我推门进去，看到苏雨涵正跪在地上，把散落在地的照片一张张捡起来。这些照片记录着星辰集团发展的历程，也记录着他和父亲一起奋斗的岁月。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，依然专注地整理着那些照片。我注意到他瘦了很多，原本合身的套装现在显得空荡荡的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开口问道。他被吓了一跳，抬头看到是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浩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当然可以来。我走进办公室。你在做什么？整理一些私人物品。他站起身，有些局促地整理着衣服。马上就好了。我看了看地上的照片，
其中有几张是他和我一起参加公司活动时拍得好的时候的照片。那时候的我们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甜蜜。这些照片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问道。他看了看地上的照片，眼中涌出泪水。不知道，也许应该扔掉吧，毕竟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。我蹲下身，捡起一张我们的合影。苏雨涵，你真的觉得过去了吗？他看着我手中的照片，泪水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浩然，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，我知道是我毁掉了一切，但是我真的很舍不得。看着他哭泣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了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个曾经高傲的女人，现在在我面前如此脆弱，如此绝望。苏雨涵，我站起身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痛苦。因为我不够相信你，因为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因为我不够坚强。还有吗？我继续问。他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够深。错了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。他愣住了。苏雨涵，你追求我3年，和我交往3年，但你了解我吗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隐瞒身份来到这里吗？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你不知道，我继续说道，你爱的只是你想象中的我，而不是真正的我。所以当现实和你的想象产生冲突时，你选择了怀疑，选择了退缩。不是的。他摇着头，我是真的爱你。爱。我冷笑一声。苏雨涵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无条件地相信我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在我被羞辱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。但是你没有。他被我的话说得无言以对，只能继续哭泣。看着他这样，我心中的愤怒慢慢平息了下来。也许他确实是爱我的，只是这种爱太浅薄，太脆弱。算了，我转身朝门口走去。苏雨涵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你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浩然，他在我身后喊道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停住脚步，没有回头，说，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你还会选择来到星辰集团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如果时间重来，我还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吗？我还会天真的相信爱情可以超越一切吗？不会，我最终回答道。苏雨涵，有些错误，一次就够了。说完，我离开了办公室，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哭泣。当天晚上的商会晚宴上，我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所有人都想认识这个神秘的年轻富豪，都想和我建立合作关系。叶总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一个中年商人端着酒杯走过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合作。叶总，我们公司正在寻找投资伙伴。另一个企业家也凑了过来。面对这些恭维和殷勤，我应付得游刃有余。这种场面我在华尔街见得太多了，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但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是谁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苏雨涵穿着一身晚礼服，独自坐在角落里，手中拿着一杯红酒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她的出现引起了一些窃窃私语。那不是苏雨涵吗？听说她已经被赶出星辰集团了，可怜啊！曾经的商界女强人，现在落到这个地步。听说是因为得罪了叶总，不然怎么会败得这么惨？听到这些议论，我心中涌起了一丝不快。虽然苏雨涵确实做错了，但她也不应该承受这种羞辱。我走向她的桌子，
周围的议论声瞬间消失了。没想到你也会来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没有了往日的光彩。江城商会的晚宴，每个企业家都有资格参加。虽然我已经不再是星辰集团的总裁，但我还是苏家的人。苏家，我有些意外，你父亲还有其他产业，有一些小生意。他苦笑着说道，不过和星辰集团比起来，简直微不足道。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，心中涌起了一丝同情，但我很快就压下了这种情绪。苏雨涵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家吧，这种场合不适合你现在的状态。他看了看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。他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但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浩然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刚才过来和我说话。他的眼中闪着泪光，至少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也许我的复仇已经足够了，也许是时候放过他，也放过自己了。但是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叶总，紧急情况。李秘书的声音很焦急。有人在网上匿名爆料，说您的身份是假的，说您根本不是 Goldman Capital 的代理人。现在这个消息正在疯传，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。我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。有人在暗中对付我，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苏雨涵。看来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。我立刻离开了晚宴，赶回公司处理危机。深夜的龙腾大厦里，灯火通明，所有高管都被紧急召回。具体情况怎么样？我坐在会议桌前，声音冰冷。李秘书打开电脑，将内容投影到大屏幕上。叶总，您看，这个匿名账号今晚8点开始发布消息，声称掌握了您身份造假的证据。屏幕上显示着一系列帖子，内容详细的让人吃惊。叶浩然根本不是什么金融天才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海归，在国外连正经工作都找不到。Goldman Capital 从来没有过叶浩然这个代理人，所有的文件都是伪造的。龙腾投资的资金来源不明，很可能涉嫌洗钱。每一条消息都配着看似真实的证据，包括一些模糊的照片和截图。传播速度有多快？我问道。非常快。另一个高管报告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次转发，各大媒体也开始关注。我们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已经下跌了 15%。我仔细分析着屏幕上的内容，这些爆料虽然都是假的，但制作得很精良，普通人很难分辨真假。更重要的是，爆料的时间点选择得非常巧妙，就在我刚刚成为江城商界焦点的时候。能查到是谁发布的吗？很难。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摇头，对方使用了多重代理服务器，而且账号信息都是虚假的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从发布的内容和时间来看，这个人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，很可能是内部人员，或者是非常接近您的人。我的脑海中闪过几个名字：苏雨涵，还是星辰集团的某个高管，或者是我在华尔街的竞争对手。立刻联系我们的律师团队。我下达指令，对这些诽谤内容进行法律追究，同时联系约翰，让他准备相关证明材料。叶总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李秘书犹豫地说道。明天上午，江城证监局要求我们配合调查，如果不能及时澄清，我们可能面临更大的麻烦。我看了看手表，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，距离证监局的调查只有几个小时时间，让公关部门准备澄清声明。我站起身，
明天上午9点，我要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私人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叶浩然，我接听电话。叶总，我是江城商报的记者王明。一个男生传来关于今晚的爆料，我想听听您的回应，无可奉告。我准备挂电话。等等，叶总，那个记者急忙说道，我知道您现在很愤怒，但我建议您先听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。说，有人给了我一个 U 盘，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证据。这个人说，如果我明天发表这些内容，会给我一笔不菲的报酬。我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幕后黑手。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，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人的一些信息。什么信息？这个人是个女的，声音很年轻，而且对您的情况了如指掌。她不仅知道您的身份背景，还知道您和苏雨涵的感情纠葛。我的心一沉，女的，年轻，了解我和苏雨涵的关系。她还说了什么？她说，这只是开始，如果您不识相，后面还有更猛的料要爆出来。挂掉电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如果真的是苏雨涵在背后搞鬼，那她的用意是什么？报复，还是想要重新夺回星辰集团的控制权？叶总，需要我派人去监视苏雨涵吗？李秘书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。我摇了摇头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如果真的是他既然敢这么做，肯定有所准备。我们贸然行动，反而可能中了他的圈套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进行。我看向窗外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明天的新闻发布会，我要让所有人看到真相。早上9点，龙腾大厦的发布厅里挤满了记者。这次的规模比上次还要大，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年轻富豪到底是真是假。我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，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，面对台下无数的摄像头和闪光灯，我的表情依然平静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在这个特殊时刻的到来。我开始发言。昨晚，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我个人身份的不实传言。今天，我要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应。我示意助理打开投影仪。首先，这是 Goldman Capital 总部发来的官方证明文件，屏幕上显示出一份正式的授权书，上面有着清晰的公章和签名。这份文件证明，我确实是 Goldman Capital 在亚洲区域的全权代理人。台下开始议论纷纷。其次，这是我在华尔街工作期间的相关证明材料。更多的文件出现在屏幕上，包括我的工作履历、业绩报告，甚至还有一些新闻报道。任何人都可以向相关机构核实这些材料的真实性。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我的声音变得严厉。对于那些恶意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和机构，我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到底。龙腾投资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诽谤和重伤。发布会结束后，媒体们纷纷赶回去发稿。我知道这些证据足以粉碎那些谣言，但是我更关心的是，谁在背后策划这一切。下午，我接到了约翰从纽约打来的电话。我已经调查过了。约翰的声音很严肃。昨晚那些爆料的内容，确实有人在暗中推动传播，而且这个人雇佣了专业的网络公关公司。查到是谁了吗？还没有确凿证据，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。约翰停顿了一下，转账记录显示，支付费用的账户与苏雨涵的一个私人账户有关联。我的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了。约翰，帮我查一下苏雨涵最近的所有动向，包括她的资金流向、
通话记录，还有接触过的人，没问题。不过叶，我要提醒你一点。约翰的声音有些担忧。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苏雨涵做的，那说明他已经彻底和你撕破脸皮了。你要小心他接下来的行动。挂掉电话，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对面的星辰大厦。苏雨涵，我真的低估了你。我以为你只是一个被感情冲昏头脑的女人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段。既然你选择了这样对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，苏雨涵。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，我正在处理昨晚网络风波的后续事务。看到他憔悴但依然坚定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他今天来是有备而来的。浩然，我们需要谈谈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能听出其中的决绝。我示意李秘书出去，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苏雨涵，你想谈什么？我靠在椅背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放在桌上。首先，我要澄清一件事，昨晚的网络攻击不是我做的，不是你。我冷笑，那会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但我可以向你发誓，绝对不是我。看着他认真的表情，我心中涌起了一丝疑惑。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呢？即使不是你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说道。苏雨涵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没有结束。他突然站起身，眼中燃烧着我从未见过的火焰。叶浩然，我承认我之前做错了很多事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会放弃。放弃什么？放弃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他打开平板电脑，包括星辰集团，包括你。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。我快速浏览了一下，眉头越皱越深。苏雨涵，你想做什么？很简单。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笑容。我要和你公平竞争。竞争？没错。他指着屏幕上的内容。我已经联系了几个投资方，准备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专门做和龙腾集团同样的业务。我仔细看了看那份计划书，不得不承认，他制作的相当专业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他竟然已经获得了几家知名投资机构的初步支持。你觉得你能和我竞争？我冷笑道。苏雨涵，你知道我掌握着多少资源吗？我知道。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。但我也知道，这个市场足够大，容得下2家公司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了解江城的商业环境，我有你没有的本土优势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有道理。虽然我有雄厚的资金和国际资源，但在本土关系和人脉方面，确实不如他。就算你能成立新公司，又能怎么样？我站起身。苏顾涵，你以为商业竞争是儿戏吗？不是儿戏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证明给你看。他也站了起来，和我面对面站着。叶浩然，我要证明，即使没有星辰集团，即使失去了一切，我苏雨涵依然能够站起来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心动。这个苏雨涵和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女人完全不同。她不再依赖任何人，不再软弱，而是充满了斗志和决心。有意思。我绕着办公桌走到她面前。苏雨涵，你觉得如果你真的成功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改变吗？我不知道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眼神依然坚定。但至少我会证明我配得上你的尊重。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。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，不是一个需要我保护的弱女子，而是一个能够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好，我最终开口。
苏雨涵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就被坚定取代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是我的语气变得严厉。既然是竞争，就要有规则。我不会因为我们的过去而对你手下留情，我也不需要你的怜悯。他收起平板电脑，叶浩然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输给你。说完，他转身朝门口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对了，关于昨晚的网络攻击，我建议你查查陈志强的背景。虽然他已经被抓了，但他在外面可能还有同伙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陷入了深思。陈志强，他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，能有什么背景？但既然苏雨涵这么说了，也许真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私人调查员的号码，帮我查一下陈志强的所有背景资料，包括他的家庭成员、社会关系，还有最近的通话记录。明白，叶总。大概什么时候要结果？越快越好。挂掉电话，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繁忙的街道。苏雨涵要和我竞争，有趣。很久没有人敢这样挑战我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的弱女子了。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苏雨涵，也许这样的她才配得上我的关注。傍晚时分，调查报告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看完报告内容，我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陈志强确实有背景，而且这个背景很不简单。他的堂兄陈志勇是江城地下势力的一个重要头目。更重要的是，陈志勇和江城的几个商业竞争对手都有密切联系。看来昨晚的网络攻击确实不是苏雨涵做的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可能是想要趁机搅浑水的其他势力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约翰的号码。约翰，帮我查一下江城陈志勇这个人，我怀疑昨晚的事情和他有关。陈志勇，约翰的声音有些惊讶。这个人不简单，他在江城的地下世界很有影响力，而且据说和一些外资机构有联系。外资机构？是的，具体是哪家我还不确定，但肯定不是什么正当的商业机构。约翰停顿了一下。我建议你小心一点，这种人最难对付，他们不会按常理出牌。挂掉电话，我感到了一丝压力。看来这场风波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不仅要应对苏雨涵的挑战，还要防备暗中的敌人。但是这样才有意思，不是吗？我站起身，走到保险柜前，取出了一个我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手机。是时候动用一些特殊的资源了。在商业世界里，有时候光明正大的手段是不够的。既然对方选择了暗中下手，那我也要让他们知道，叶浩然不是好惹的。我拨通了一个国外的号码。是我，叶浩然，老板。电话那头传来惊喜的声音。您终于联系我们了，我需要你们帮我处理一些江城的事务。明白，什么时候行动？现在。挂掉电话，我看向窗外的夜色。江城即将迎来一场真正的风暴，而我就是这场风暴的中心。3天后，江城商界发生了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事情。陈志勇的地下帝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新闻报道中警方抓捕现场的画面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。叶总，陈志勇已经被抓了。李秘书汇报着最新情况，警方在他的据点搜出了大量证据，包括网络攻击的相关资料。看来您的判断是对的。很好，我合上报纸。那些攻击我们的网络公司呢，也都被一锅端了。警方发现了完整的操作链条，
从资金转账到技术实施，每个环节都有证据。我点了点头，这就是专业团队的效率，3天时间就能把一个复杂的网络清理干净。叶总，还有一件事。李秘书犹豫了一下，苏雨涵的新公司已正式注册成立，名叫愉景号39，凤凰投资愉景号39。他今天上午召开了成立发布会。凤凰，我笑了，倒是个好名字，浴火重生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苏雨涵的号码。叶浩然，谢谢你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激。谢什么？我明知故问。谢谢你帮我澄清了网络攻击的事情。我知道陈志勇的落网和你有关，我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苏雨涵，我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他停顿了一下。对了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凤凰投资已经获得了5亿的初始投资，我们正式开始营业了。祝贺你。我的语气很平淡，希望你能坚持得更久一些。我会的。他的声音充满了自信。叶浩然，我们的竞争现在才真正开始。挂掉电话，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对面正在装修的一栋大楼，那里将是凤凰投资的总部。苏雨涵的动作很快，短短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公司注册、资金到位、办公场所选定等一系列工作。看来他这次是认真的。叶总，需要我们做点什么吗？李秘书问道。不用，我摇了摇头，让他先发展一段时间，太早出手就没意思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江城商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苏雨涵的凤凰投资。他以惊人的速度连续完成了3个项目的投资，回报率都相当不错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似乎完全换了个人。以前的苏雨涵优雅但有些天真，现在的他精明果断，充满了商业嗅觉。叶总，凤凰投资又签下了一个大项目。李秘书每天都会汇报苏雨涵公司的动向，这次是和德国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合作，投资额度达到了2亿。我看着手中的分析报告，不得不承认苏雨涵的眼光确实不错。他选择投资的都是有潜力的项目，而且执行得很到位。我们的项目进展怎么样？我问道。也很顺利，不过李秘书犹豫了一下，有几个原本和我们洽谈的客户，最后选择了凤凰投资。我抬起头，什么原因？主要是苏总在江城的人脉关系更深厚，有些本土企业更愿意和他合作。我点了点头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。虽然我有资金优势，但苏雨涵在本土市场的根基确实更深。有意思。我合上文件，看来这场竞争会比我想象的更激烈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私人秘书敲门进来。叶总，楼下有位客人要见您。谁？他说他是凤凰投资的总裁苏雨涵。我看了看手表，下午3点，他这个时候来找我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，让他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苏雨涵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。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职业套装，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而自信，和1个月前那个憔悴绝望的女人判若两人。浩然，他在我对面坐下。我想和你谈一个合作项目。合作？我有些意外。苏雨涵，我们不是竞争对手吗？竞争不意味着不能合作。他掏出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，这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开发项目，投资规模超过100亿，仅凭我一家公司的实力，很难独立完成。我翻开文件，快速浏览了一遍，这确实是个很有价值的项目，如果操作得当，回报会非常丰厚。你为什么会想到和我合作？
我问道。因为你有我需要的资源，我有你需要的关系。他直视着我的眼睛，而且我相信你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。我仔细考虑着他的提议，从商业角度来说，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但从个人感情角度，苏雨涵，你不觉得我们合作会很奇怪吗？我问道。毕竟我们之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他打断了我的话。现在的我们只是两个商人。看着他坚定的表情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，一个能够和我平等对话、平等竞争的苏雨涵。好，我最终点头，我同意合作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，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他犹豫了一下。什么要求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我保证不会是你无法接受的事情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伸出手，握在了一起。这是我们分手后第一次握手，也许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么，他站起身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我也站了起来。苏雨涵，让我看看你这一个月学到了什么。他笑了，那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真心笑容。叶浩然，你会刮目相看的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也许这场竞争的结果会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。也许真正的苏雨涵才刚刚开始展现。6个月后，我和苏雨涵的合作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。这个综合开发项目不仅为2家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证明了我们之间可以实现真正的合作。今天是项目庆功宴的日子，江城最豪华的酒店里聚集了商界的精英们。我穿着黑色礼服，站在宴会厅的一角，看着正在和投资人谈笑风生的苏雨涵。这半年来，他的变化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凤凰投资不仅站稳了脚跟，还成为了江城最有影响力的投资公司之一。而他本人也从当初那个依赖别人的女人，变成了真正独当一面的商业女强人。叶总，恭喜您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了几个月前还在星辰集团实习部的张明。他现在穿着廉价的西装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张明，我有些意外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工作。他的脸有些红。听说今天的庆功宴，就想来看看。叶总，我想向您道歉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对您。他低下头。如果您能原谅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。看着他卑微的样子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半年前，正是这个人带头嘲笑我，现在却在我面前下跪求饶。张明，我平静地说道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原谅你吗？他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希望。不是因为我心软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的话让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。张明，真正的成功者不会纠结于过去的小人物，你对我的伤害早就被时间冲淡了。叶总，回去好好工作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，但能否抓住，就看你自己了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也许这就是成长，不再为过去的伤害而愤怒，不再为小人物的背叛而痛苦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在想什么？苏雨涵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他端着2杯香槟走了过来。他今晚穿着一身白色晚礼服，美得让人心动。在想我们的变化。我接过香槟，
苏雨涵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你才是我当初想要的样子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现在说这些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也许吧。我举起酒杯，不过为我们的成功合作干杯！干杯！他的杯子和我的轻轻碰在一起，喝完香槟，他看着我，浩然，还记得我们合作时你提的那个条件吗？现在项目成功了，你可以说出你的要求了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绪。这半年来，我们在商业上的合作让我重新认识了她。她不再是那个软弱的女人，而是一个真正能够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自己对她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。苏雨涵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我的要求是和我重新开始。她的脸上闪过一丝震惊，然后是长久的沉默。浩然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她的声音很轻。为什么？我问道。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可以平等对话，可以一起工作，可以互相尊重，这不正是理想的关系吗？但是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他摇了摇头。我伤害过你，你也报复了我，我们怎么可能回到过去？我不想回到过去。我握住他的手。苏雨涵，我想要的是未来，一个我们都成长了，都变强了的未来。他看着我，握着他的手，眼中闪着泪光。浩然，我需要时间考虑，我可以等。我真诚地说道。苏雨涵，这一次我会等你给我答案。3个月后，苏雨涵给了我答案，那是在我们第2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上。他突然走到我面前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吻了我。叶浩然，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，我愿意和你重新开始。看着他眼中的真诚和爱意，我知道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彼此，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弱女子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富二代，而是2个真正平等、真正成熟的成年人。1年后，我们举行了婚礼。这一次，没有人再质疑我们的关系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搭档。婚礼上，我看着穿着婚纱的苏雨涵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感激那些曾经的挫折和痛苦，是他们让我们都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。浩然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，谢谢你成为了值得我等待的人。我吻了吻他的额头。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，不是王子拯救公主，而是2个强者的相互成就。从那个被羞辱的实习生，到商界新贵，再到找到真爱的男人，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些从不跌倒的人，而是那些跌倒后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人。而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，而是2个独立灵魂的平等相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